来，先看哪个呢？我们先看这个 test 这张，来，不知道你人在不在哈？来，这张呢是用高精线稿课的，就是学会的内容去画的哈。然后你先看一下，来，在画面当中你看一下我做的修改，来，3、2、1，看到吗？好，那这个修改视觉上最明显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们觉得是什么？第一眼看到你觉得最明显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封闭印。那不只是封闭印，还有针对重点做比较深入的强调跟描绘。在原图状态下就会发现到，不管是边线框、内外线或者里面的涂色什么的，层次的变化都比较小，感觉上就淡淡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加重一些重点地方的描写。好，那这个呢，可以透过几个地方去记忆一下。你觉得整个角色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一般只要是人物图，一定是头。那头的话呢，你就要在能够强调头的这件事情上下手。好，举例，在这种地方，这个地方，你们觉得压这几个地方压来干嘛的？压这地方是为了要把脸尽量的强调出来的。好，那如果说没有封闭，你不是压这里，你是压在鼻子，鼻子线条很粗，那这就是一个无效的处理，这就没有用了。你要当成是框线一样的概念，把重点透过封闭印跟粗线的方式去表现。那脸颊呢，没有适合说整个粗细一致，所以我们要做粗细变化。那当然粗的地方、厚重的地方就是加在封闭处，这样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把脸这个重要的结构给凸显出来。然后呢，整个头上呢还有很多大的结构，需要做像这样的强调。像这样整个头发有没有都是照着发流去涂色，可是你最重要就是这些重要的大片发片，你要把它分开，用封闭处分开。那像这样重点就可以强调出来。那也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领结，对不对？那领结重要不重要？你要自己评估。有些画面条件的重要性呢是很客观的，脸很重要，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不会反对，对不对？好，身材很重要，这个大家也不会反对，特别是这两个，我们怎么讲呢？这两个好东西，对不对？好，不要因为为了要剪影片，这个要叫做好东西。这两个好东西呢，它也是值得强调的，所以呢，我们在把它加强这件事情，不管是透过封闭印、轮廓线等等去加强它，基本上这个都是有共识的。那再来说比较次要一点的，或者说你个人喜好的，你要去想这个东西对你来讲重要吗？你要不要让观众一眼看到它？这个是要自己问自己的，自己做决定，自己做价值判断的。如果它非常重要，你要一眼就看到，那你当然要帮它下封闭印，下足量的封闭印，画面缩小都能够分辨到它在哪，这个就很重要，对吧？好，所以在为什么高阶班这个高精线稿可以强化你整体画技？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你判定价值观，哪些东西要重要加强描绘，哪些可以放掉，因为它没有那么重要。那如果你只是一昧的画彩稿，你要多久才可以察觉这件事情？一定要花很久时间，因为彩稿的工作量太大了。但是你可以透过线稿做这种提前的重点布局。那再来次要一点的，先在这边看一下 SS， 你看一下，这边是有帮你调体态的。来这边呢，我们先纠正一个问题，这是什么？1、2、3，这是什么？这个一定不会是布料皱褶吧？这个落差这么大这边你可能想要表现的是肋骨，再往下这边你就不要再用凹凸起伏变化，你就不要了，就把这个直接收掉。如果你要皱褶，要记得它的起伏要比较小。可是你在这边做了比较大的转折之后呢，会让人家觉得说这边有很多不当的凹陷，不管是肋骨还是说这边被切下去或怎么样的，这边的处置是不当的。我猜你是要对皱褶，只是你没对好。那这个要把它修好，身条修好，两手的长度注意一下。画面右边的这个外侧手跟内侧手的长度明显不一样，所以我长度给你改了。然后呢，再看一下有关脸，来，这是一个45度我们的黄金角度的脸，那脸的状态，嘴巴往内收，额头要稍微凸一点出来，自己再分辨一下，两眼高度也要稍微对一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封闭印的增强，封闭跟线条的处理。那你原本的这个处理法，这边留这个，我们这个算是留白，对不对？留白把这两个不一样的变化，透过留白方式把它区分出来。这种技法呢，使用分量要用在距离感比较明显的。举例，像你的这个后脑勺对应这个马尾的下缘，因为这个地方可能距离稍微偏远一点，所以呢，我们用类似空气远近的逻辑，然后把留白给对应上去。但是呢，如果你每个环节你都这样用，那这个图会变得非常分散，它就整个就好像说那很多机械零件没有螺丝扣在一起，它就整个就散掉。所以呢，
这边用封闭呢要加到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这个图呢，它的整个完整度就会差很多了，你感受一下，对不对？那你也要另外注意一下这个蝴蝶结这个领结，你处理这个角度，这个大家画蝴蝶结注意一下这个要比较形状要比较强烈一点那你们把它弄得软软的，那不如就让它变成软的那种布料直接挂下来就好了。可是像 SS 这个处理法，弯这一个就价值就没有了。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蝴蝶结多有男子气概，对不对？好，这个对照一下。好，那以上呢是 SS 这张的讨论，感受一下，你照这个步骤先看一下体态的调整，再看一下线稿的处理。OK， 偷偷加料没有吧？来看波奇这张，好，波奇呢这一张呢是 DG 班最后的海报作业，对不对？那我们画的是骑士加冕好，那波奇你先看一下，你现在选择的这个呢，镜头是由上而下，这是一个什么角度？这是一个俯视角，对不对？好，那这边会用到的一定是3点透视。往下，一个3点透视，往下，你的小点在底下 ，Z 轴在底下的，那它会反映在很多地方，包含可能脚弯的角度，好，身体挺直的感觉，以及后面柱子的角度，它会反映在这些地方，甚至连这把剑立在地上它的角度，你都要往底下收敛。如果你没有足量的收敛，这个动作本身跟这个整个画面来讲的话，感觉上它空间就没有很合理的表现。那你看一下这边呢，我是改红线给你的，用色彩改，可能大半要擦掉来画，能看得出来吗？我把半透明呢调明显一点，看到吗？你原本的图呢，这个身体太挺了，就有可能你想要让它整个那个胸膛挺出来什么的，在这个角度下，这个挺胸这件事情呢会看不太出来，因为你还要跪着，还要有点往前仰，所以你还要它挺胸，那这个角度就没有很适合，所以这边就让它身体挺直一点点，挺直一点。再看一下这个脚的位置，出来往下，好，剑的位置，跪着的这只脚的位置，好像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个动作呢会比较合理，比较正确。再来下一个，这个检讨就比较快，以你目前的画技来讲，你看我这个修改动的位置，你应该自己是能够有启发的，那这个从脸开始，胸甲、肩甲、身体。好东西，还有两手等等的位置全部都改。那这边教一个小诀窍，就是有关铺在地上的布料，一个斗篷嘛，对不对？好，那这个皱褶要怎么画呢？这个皱褶是走这个路线，注意这个弧度，它走这个路线。我们把这个弧度呢做折线交错，宽窄折线交错，这样就可以让布料往这个方向去堆起来。所以垂挂在地上的布料你也不要怕。那我大概知道这个作用了这一坨东西的作用，这个是干嘛？遮斗篷嘛，是不是？我发现你的轨迹了，是不是？好，再来呢是对应这个人体动作角度底下的场景要长这样，会比较适合，细节就不画了你是可以自己去把这个部分钻研补齐的这个画面会比较合适那这个就是骑士那个侧锋骑士的我们的那个最后作业的这个构图，你画的不错但是呢，这个角度难度蛮高的你对整个透视这个透视不只是你会画长眼的透视，而是你画插画的透视能力要整个再觉醒2个档次。但是目前的成长是可以的那你不挑这个角度，其实可能可以表现更好，而且可能视觉价值还更高来，慢慢的继续